2015年11月28日中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工厂，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第279架 C-17 环球霸王3战略运输机被缓缓拖出厂房，数百名员工怀着复杂的心情参加了它的交付仪式。原因是当这架环球霸王被买家卡塔尔空军接收后，持续了24年的 C-17 生产线便宣告关闭，波音将长滩工厂的生产设施予以出售或关闭。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空军的运输体系是由 C5 银河、C141运输星和 C130 大力神构成。在执行全球空运任务的同时，首先由 C5 负责洲际间的远程战略空运，随后转由 C141运输到战场的后方基地，最后转由 C130 最终运输到前线。这种物资投送的方式有体系繁琐、耗时长、需要更多的前进基地等缺点。因此，由波音公司研制的 C-17 环球霸王3横空出世。今天我们来聊聊这款长江后浪推前浪的 C-17 环球霸王3运输机。说起 C-17 运输机，就不能不提到上一代的 C141运输星的故事。早在半个世纪前，奉行全球战略的美国就放弃了以涡桨发动机作为战略运输机的动力源。当时的洛马公司发展出 C141 军用喷气式运输机，它最远能飞行1万千米，载重40吨，开启了战略空运的新时代。当运输星服役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受到刺激的苏联才紧急开发出另一款世界级名机伊尔76运输机。但是让美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受 C141 启发的苏联竟然发挥系统集成方面的优势，使自己的伊尔76后来者居上。美国著名的航空周刊曾不客气地指出， C141 太过娇贵，需要设施完备的机场起降，而伊尔76却能够在临时修建的野战机场起降。苏联设计师的另一大高明之处是，伊尔76的机体较高，当它与 C14 摆放在一起时就特别明显， C14 的肚皮简直要擦到地面了，而伊尔76则离地 2.55 米，这就有利于后者机身腹部在降落时免遭地面石块的撞击，同时更便于发动机的拆卸。正因为 C141 在技术上的差距，让美国空军很不满意，结果只买了284架就草草收场。2007年更是将全部的 C141 退役，取而代之的就是新型 C-17 环球霸王3。1980年10月15日，美国空军正式发布旨在取代 C141 的 CX 项目招标书，要求新的战略运输机既要达到货物的高吞吐量，又要求能在前线简易机场起降，这摆明是受到伊尔76的刺激。最终，麦道公司于1981年拿到 CX 的合同，并正式命名为 C-17 环球霸王3。由于美国空军的苛刻要求，从赢得合同到1995年完成全部飞行测试， C-17 的研发时间持续了整整14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久的。在研发经费方面， C-17 仅排在 E3 空中预警机和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的后面，是美国空军的第3烧钱大户。不过 C-17 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能在简易跑道上降落，在跑道较短的机场降落，甚至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备降，同时还要以战略距离来运送超重超大的货物。 C-17 机身长53米，机高 16.8 米，翼展503米，最大起飞重量263吨。它的机翼为悬臂式上弹翼，前后圆掠角25度，外形尺寸与 C141 相当。C-17 沿用了 DC-10 飞机采用的先进复合材料结构和翼梢小翼技术，有利于节油的翼梢小翼高 2.9 米，垂直尾翼为梯形造型，尾翼里面有个特殊的设计，内部有一隧道式的空间，可让一名维修人员攀爬通过，以进行上方水平尾翼的维修。液压可收放前3点式起落架，可靠重力径级自由放下。前起落架为双轮，主起落架为6轮。前起落架向前收入机身，主起落架旋转90度，向里收入机身两侧的整流罩内，可在铺设与未铺设的跑道上使用。C-17和被它取代的 C141有一项特别的不同之处，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在未修整的路面上短场紧急降落。原型机的试飞员曾表示， C-17的落地就和战斗机一样，因此起落架必须格外的坚固与耐震。主起落架减震支柱除了传统的油压气压式减震外，还采用了前后双支柱配置，每根支柱搭配3个主轮，落地时由后方较长的减震支轮3主轮先着地，当受压成90度时，前方减震支柱3主轮再落地。该机配备4台普惠公司生产的 PW2040 涡扇发动机，
这是基于民用 PW2037 发动机开发来的，后者早就在民用客机上应用多年，积累了数百万飞行小时的使用经验，技术上是值得信任的。有赖于这4位动力金刚 ，C-17 飞机最大的载重达到了 77.3 吨，高空巡航速度 0.77 马赫，低空巡航速度648千米每小时，海平面空投速度为213到463千米每小时，实用升限13715米。有意思的是，如此庞大的飞机，它所需的着陆场长度仅为915米，比 C-141 少了1/3。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 C-17 所使用的发动机上面的反向推力装置。从外观上看，就是发动机整流罩呈双片蚌壳状，两罩间有一个开口。当启动反向推力时，发动机排气经由此开口被导向前上方45度，从而起到强行制动的功能。另外，如果 C-17 飞机停在原地不动，只需要动用反推装置，就能在 27.4 米宽的跑道上进行180度的大掉头，可谓是4两拨千斤。C-17 融战略、战术、空运能力于一身。在货舱设计上，尽管 C-17 外形尺寸和 C-141 差不多，但其货舱尺寸却比 C-141 大出 30% 左右。货舱宽度为 5.49 米，长 26.82 米，高 4.11 米。货舱中能2排布置6辆卡车，吉普车可3辆并列，也可装运3架 AH-64 武装直升机。机舱中心线和机舱两壁可装折叠式座椅，空投能力包括空投27到50吨货物或空降102名伞兵。为了装载美国陆军最重的装备55吨重的 M1A1 主战坦克，货舱地板由铝合金纵梁加强，达到60吨的最高承载能力。有消息说，美国陆军升级的62吨级 M1A2 主战坦克也可顺利承载。货舱地板上布置了激流环、导轨、滚珠、滚棒系统等设施，这些设施延伸到可在飞行中放下的货桥上。货桥上有货物降落伞拽出的装置，每个激流环可承受11340公斤的拉力。C-17 货舱门关闭时，舱门上还能够承重18150千克，几乎是 C-130 全机的装载量。而一般的运输机舱门通常只能够堆放轻的货物。该机机身尾部两侧各有一跳伞舱门，尾部机身顶上和机翼前的机身顶上分别有2个水上降落应急出口。虽然 C-17 的性能具有革命性的突破，但由于开发过程超支严重，美国空军一度将该机的采购量从210架缩减到40架，最低谷时甚至只有8架。等到1997年，波音和麦道实现公司合并后，美国军方与新公司达成了财务谅解， C-17 的采购量才重新提升，先是140架，之后是160架，后来180架，最终采购量定为223架。目前，美国空军现役运输机有3款，分别是战略运输机 C5、大型运输机 C-17 以及中型战术运输机 C-130 系列。从2001年9月11日到2013年9月4日 ，C-17 执行了55万次以上的飞行任务，累计飞行200万小时。从2006年开始 ，C-17 空投了8.4万多个包裹和13200万磅的货物。按照这一节奏 ，C-17 是历年来美国空军中可执行任务率最高的空中机动平台。据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称，现在每架 C-17 的平均飞行小时数大约是1万小时。最早服役的 C-17 迄今飞行时间已接近2万小时。尽管 C-17 环球霸王3运输机性能优异，但由于该机销售单价高达4亿美元以上，加上如此巨大的载荷能力以及远程飞行能力，不是一般的国家能够销售的。因此，尽管波音公司乃至美国政府多面推销，至今也只有6个国家——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印度、卡塔尔和阿联酋引进了 C-17， 外加由13个欧洲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合用3架。尽管 C-17 的生产线已经取落中幕，但环球霸王3这一名号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现代战略运输机。美军与波音公司正在 C-17 的用途上动脑筋。美国空军曾大胆地提出，将环球霸王改装成超大型的轰炸机，装载数量众多的统治者无人攻击机执行攻击任务。如果 C-17 能够成批搭载，无疑将变身为空中航母。不过，尽管美国空军还在对 C-17 的机身进行大量研究和分析，但是目前没有任何服役寿命延长的计划。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